人这一辈子能不能发财，其实生下来就定了7成，剩下的3成才是你的努力。这句话很多人听了不服气，说这不是宿命论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。你仔细想想看，为什么同样出身贫寒，有的人白手起家，几十年下来越活越顺，财富滚滚而来，有的人拼了一辈子，到老了手里还是空的。同样的时代，同样的机遇，差距从哪里来？答案就藏在你的生肖里。咱们的老祖宗观察天地气机几千年，把人的命格底子浓缩在12个生肖的符号里，不是拿来哄人的，是真正的大智慧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这么几个自带财库的生肖，诸位要细细听。咱们今天讲的不只是命，更是藏在命里头的那口气，那份姻缘。好，头一个我们就来讲被老祖宗称为天之骄子的属相，属龙的人。你们当中有没有属龙的？或者家里有孩子，有兄弟姐妹是属龙的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生肖在老祖宗的眼里历来就不是寻常之辈。中华文化里头，龙是天地之间最有灵气的象征，它不属于地面，它行走于云端，腾跃于天际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一种气机的描述。属龙人身上天生就带着一股坚韧不拔的劲头。你是不是也见过这样的人，遇到困难别人早就垮了散了，他还在那里撑着，眼睛里头还有一团火，那团火就是属龙人与生俱来的东西，不是后天练出来的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一世的性格底子是前世因缘带来的。一个人天生就不怕事，不怕难，逆境里头反而越战越勇，这不是偶然，这是过去世磨练出来的气魄。投胎带来了属龙人的坚韧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你看，真正属龙的人，他的财富往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他是硬生生在经济里头闯出一条路来的。他不畏艰难，遇山开山，遇水架桥，旁人绕道的地方他偏要走过去，这股劲头本身就是一种财气。讲到这里，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，属龙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命运规律，叫做越活越旺。你想想看，12生肖里头很多属相是年轻的时候运气好，到了中年就开始走下坡，但属龙人恰恰相反，他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是最苦的那个，处处碰壁，旁人不看好他，连他自己有时候都会怀疑。但是你等着人到中年以后，他的格局才真正打开，运气才真正到来。我常常讲命运这件事，就像一坛好酒，要时间来催化。属龙人的那坛酒需要更长的时间，但是酒香出来之后是最纯的。易经里头有一卦叫乾卦，讲的就是龙的德行与命运。最开始是潜龙勿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蓄积阶段不要乱动，要忍要沉，然后是见龙在田，开始显露头角，再往上才是飞龙在天，这才是大展宏图的时候。你看属龙人的命运轨迹和这个爻变的规律何其相似，它不是突然富起来的，是一步一步厚积薄发，到了时机成熟才是真正的财源滚滚。我跟你讲，很多属龙的人这一生在物质上很少陷入真正拮据的困境，就算某一段时间周转不灵，那也是暂时的，很快就能翻过来。你们当中有属龙的，回头想一想，是不是有这个感觉？就是不管走到哪里，生活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保障。
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拖着你，不让你跌到最底下去。这不是幻觉，这就是属龙命格里头那份财运底气的显现。这份底气从哪里来？我要跟你们讲清楚。属龙人之所以财运上有命运眷顾的成分，是因为辰龙在地支的五行里头本身就是木库之地。诸位要晓得，木库不是死的意思，在命理学里，木库是收藏财富的地方，是一个聚宝盆。尘土里头藏着以木癸水，木代表生发，水代表智慧与流动，这两样东西同时藏在辰龙的命格里头，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财富磁场，既能生又能藏。所以属龙人不只是能赚，更重要的是他有守住财富的底蕴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们，属龙人要发挥这份命格的力量，有一样东西是根本，那就是他的领导力。属龙人天生就不是跟班的料，他有统领全局的眼界，有带动人心的魄力。你想想看，你认识的属龙人是不是往往都在一个团队里头做主心骨的那个，或者就算职位不高，他的意见也往往最有分量。这不是性格强硬，这是一种气场，一种天生就会吸引人才与资源聚拢过来的气场。而财富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得来的，是靠这种聚合的力量积累起来的。懂得用人，懂得待人，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密码。好，我们讲完了属龙，我们来讲第二个，天生带财库的生肖。诸位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？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从来不精打细算，从来不钻营，从来不跟人争，但是你回头一看，他的日子过得比谁都宽裕，身边贵人一个接一个，儿孙也一个比一个有出息。你说这是运气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运气，这是一种命格，这是属猪人天生带来的那份福德。属猪人有一样东西是其他生肖很难学来的，叫做乐观豁达。你想想看，这几个字说来容易，但有几个人真的做得到？人到了中年晚年，吃了那么多苦答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心里头的接一个跌一个，你叫他豁达，谈何容易？但属猪人不一样，他的那份平和不是强撑出来的，是骨子里头就有的，是天生的气质。遇到糟心事他能翻篇，遇到不公平他能放下，遇到损失他能笑着说算了。你以为这是傻？我跟你说，这是福。佛法讲心里头放不下，就是在自己的心田里种苦的种子，天天种，天天长，哪里还有地方长福？属猪人心田里头的杂草少，所以福气才长得起来。我早年认识一位老先生，在香港做布匹生意，属猪。他从广东出来的时候，身上只有几十块钱，在油麻地租了一个小铺位卖布。他这个人，旁人欠了他的货款，拖着不还，他也不催，反而笑着说没事，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。同行都笑他，说这样做生意迟早要关门。有一回，一个做成衣的小工厂老板资金周转不过来，欠了他将近2万块的布款，已经半年了，一分没还。那个老板支支吾吾说再等等，脸都红了。这位老先生不但没有逼他，反而又拿了一批布给他，说你先拿去做，做完了卖出去再说。旁边的伙计都傻眼了，说老板，你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？这位老先生只是笑，说他是真的难，我看得出来，帮人一把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猜后来怎样？那个成衣厂老板熬过了那段难关，
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做到给几家大百货公司供货。他这一辈子逢人就说这位老先生的恩情，把他介绍给了10几个大客户，这些客户带来的生意是那2万块钱的几百倍，而且不只是钱的事。那个老板后来自己的儿子结婚，在香港置办房产，就是专门找这位老先生商量，托他帮忙牵线，因为信任他，因为这个人靠得住。这就是属猪人的贵人缘，他不是去找贵人，是贵人自己找上门来的。诸位要记住，贵人是怎么来的？不是拜码头拜来的，不是专营来的，贵人是被你的善良和厚道吸引来的。这是因果，是气场，是真真实实的道理。属猪人天生就懂这一点，不是他们读过书，是他们的天性就是这样流动的，所以他们的身边从来不缺贵人。讲到这里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亥猪在佛教密宗里头，本命佛是阿弥陀佛，你们要晓得阿弥陀佛的梵文原意，一是无量光，二是无量寿，无边无际的光明，无穷无尽的生命力。一个人的本命佛是阿弥陀佛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人带来的福德磁场本身就与光明、与慈悲、与无量的能量相应，所以属猪人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就凭着他那份心地善良、乐观豁达，就已经在跟最大的福报源头相应了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因缘的道理。但是你们也要记住，这份天赐的福气不是可以挥霍的。属猪人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，骄傲不得，铺张不得。这份福气就像一口深井，你谦逊的越取越有，你一旦骄傲了，散漫了，觉得反正财运好，反正有人帮，开始大手大脚，这口井就慢慢干了。老祖宗讲谦受益，满招损，对属猪人来说，这8个字是护命符。那位香港的老先生，我见他最后一次，他已经70多岁了，家里儿孙绕膝，还是那副笑模样，穿着朴素，请我吃饭，就在楼下一家小茶餐厅，说简单就好，简单就好。我当时心里就想，这个人福气还没享完呢，还长着。亥在12地支里是天门的位置，诸位要晓得天门是什么意思，是天地气机闭合之处，也是一个轮回开始之处。亥水里头藏着人水，人水是最大的水，主的是深沉、宽阔、包容万物。属猪人的那份福德正是这样，像大海一样安静的在那里，不声不响，却什么都能装，什么都能承受，最后什么都能涌现出来。好，讲完了属猪人的善良豁达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路。有一种人，他也有财库，但是他的财库不是靠善良养出来的，是靠脑子撑起来的。这种人眼睛里头仿佛装着一把尺，什么东西值钱，什么机会稍纵即逝，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他不用人教，自己就知道。这就是属鼠的人。子鼠在12地支里头，位置在正北方，对应子时，也就是半夜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辰。诸位要晓得，子时是什么？是一天里头阴阳气机交替的枢纽时刻，旧的一天结束，新的一天在这一刻悄悄发生。老祖宗讲子时一阳生，就是说天地之气在最深的黑暗里开始孕育新的生机。所以子鼠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感知，气机转换的能力。世道的风向变了，别人还没有感觉，他已经先嗅到了。这不是神通，这是命格里头那份对流动与变化的高度敏感。
属鼠人对钱财数字有一种旁人没有的直觉。你在座的如果认识属鼠的家人或朋友，你仔细想想看，他们是不是对数字特别敏感？家里的收支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市场上的价格变动他能一眼看出端倪，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已经做好决定了。这种果断不是冲动，是建立在他对信息的快速消化和判断之上的，迅速准确，不拖泥带水。这是子鼠人在财富上的行事风格。而且属鼠人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习惯，就是懂得储蓄，懂得未雨绸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赚钱的能力不差，但是守不住，赚多少花多少，一辈子忙忙碌碌，到老了手里还是空的。属鼠人不是这样，他天生就知道留一手的重要，他会把一部分财富沉淀下来，留作根基，不管外面的风浪怎么吹，他那个底子在就垮不了。说到这里，我要讲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老祖宗公认的商圣，在历史上提起做生意的智慧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他的名字叫范蠡，后来天下人都叫他陶朱公。范蠡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越王勾践手下的谋臣，帮着勾践卧薪尝胆，最终灭了吴国，完成了复国大业。按理说到这个时候他可以封侯拜相，享尽荣华了。但是他怎么做的？他悄悄地对另一位功臣文种说了一句话，说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，不可共富贵。说完，他连夜带着家人乘着一叶小舟消失了。这就是属鼠人的精明，他不贪恋眼前的荣华，他看得到荣华背后潜藏的危机，他果断放手，转身离去。这种判断力，这种知进退的智慧，一般人是没有的。离开了越国之后，范蠡改名换姓，在齐国的海边开始务农，父子一起劳作，没过几年就积下了好几十万的家产。齐国的国君听说了，请他去做国相。他做了一阵，又叹了口气，说了一句话，说居家则至千金，居官则至卿相。这已经是一个平民百姓能够到达的顶点了，名声太大太久不是好事。说完，他把相印还了回去，把那些财富大半分给了亲朋好友和周围的贫苦百姓，自己带着少量的钱财悄悄搬到了当时天下最大的商业中心陶邑，再一次重新开始。在陶邑，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，叫陶朱公。他做什么？他观察天时，研究农时与市价的关系，知道丰年良贱，荒年良贵，便在丰年大量收购，在需要的时候卖出，厚实转物，薄利多销，绝不欺客。他有一句话流传了几千年，夏则之皮，冬则之饼，旱则之舟，岁则之车。意思是提前布局，逆向储备。人家不要的时候你收好，人家抢着要的时候你手里有。这是属鼠人那种感知契机转换的精明，被范蠡发挥到了极致。又过了没几年，他再次积累了巨万家财，成为天下人公认的第一富翁。然后他做了什么？他又把大部分财富散掉了，三聚三散。这就是陶朱公一生的财富故事。很多人觉得奇怪，他散了干嘛又聚，聚了干嘛又散？我跟你讲，这不是随意，这是他对天道的深刻理解。老子讲为而不争，天之道。又讲知足者富，财富这个东西你越是紧紧抓住，
他越要想办法溜走，你敢于放手让他流动，他反而会绕一圈回来，带着更多的同伴一起回来。范蠡的三善每一次都是布施，都是在财富的田地里重新播种，所以每一次之后他的财富都比上一次更大。这就是直属精明的最高境界，不是守财，是懂得财富流动的天道节律，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手。佛法里头讲财不失的财富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舍不是损失，是播种，你舍得越干净，福田里头长出来的就越多。范蠡懂这个，所以他是商圣属人。你们要记住，精明是你的天赋，储蓄是你的底气，但真正让你财通四海的是你敢不敢在对的时候把手松一松。但是财富进门的路不止一条，有一种人他的财运不是靠算计来的，不是靠稳打稳扎来的，是靠一股气，一团火，一往无前的劲头冲出来的。这就是属马的人。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走进一个房间，整个房间的气氛都跟着变了，旁边的人不自觉地被他带动起来。他讲话有劲，有热情，眼睛里头有光，跟他在一起，你自己都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。这种人大概率就是属马的这种气场，不是装出来表演给别人看的，是从骨子里头透出来的真实能量，是无火的力量。12地支里头，无火是最热烈、最向上的一股气。火的性质是什么？是往上走的，是驱散黑暗的，是给人温暖和光明的。属马人的那份热情，从根子上讲，是一种生命力的外溢。你仔细琢磨琢磨，做一件事7分力和100%全力以赴，最后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属马人做事从来不会留那3分余地，遇到困难别人退缩了，他反而来劲，越难越要闯，越难越要试，这种劲头。佛法里头叫精进。什么叫精进？就是不停歇，不懈怠，向前走，向前走。属马人天生就活在这2个字里头。说到财运，属马人有一样东西是非常宝贵的，就是商机嗅觉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上好机会不是手来的，是闯出来的。属马人对时机的感知，就像旷野里头奔驰的骏马，那双眼睛能看到远处，别人还没看到的东西，旁人都觉得不靠谱，他当机立断，说干就干，3-5年以后你才发现他当初是对的。这种先人一步的判断力是属马人财运的核心。把握时机这件事说来容易，做来难。难在哪里？难在大多数人在机会面前，脑子里装的全是万一失败怎么办，这个顾虑，那个担忧。等想清楚了，机会早让别人拿走了。属马人的决策回路很短，看准了就出手，勇于走别人没走过的路。不是说他们不会失败，是说他们不怕失败，失败了拍拍尘土，再站起来继续往前冲。这股劲头本身就是一种财气。有人说这样冲不是太冒险了吗？我跟你讲，看起来是冒险，其实属马人有一样东西在护着他，就是他的热情本身带来的贵人缘。一个人满腔热情的去做一件事，旁边的人是能感受到的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看到一个人真心投入，真心付出，自然就想拉他一把。属马人的贵人往往就是这样来的，不是刻意去经营，是他的那团火把旁边的人暖到了，人家自愿来帮。火能照明，能给人温暖，凡是被你温暖过的人，都可能在某一天
成为你的贵人。这是无火气机里头最深的一层道理。讲到这里，要提到属马人的本命佛大势至菩萨，他与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并称西方三圣，代表的是智慧之光，以世智度化众生。大势至这三个字本身就是磅礴的力量，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行的能量。属马人身上那种一马当先、勇往直前的劲头，与大势至菩萨的气质完全相应。你要记住，这个势不是蛮力，是方向对了，心正了之后，自然汇聚起来的浩然之气。但是我必须跟你说一句真心话，属马人有一个地方要特别警惕，火太旺会烧身。热情是好东西，过了头就变成冲动，冲动起来便容易口无遮拦，便容易得罪人，把刚聚来的贵人缘一句话就散掉了。我见过不少头脑灵活、冲劲十足的属马人，偏偏管不住那张嘴，或者凡事非要争一个输赢，结果钱没少赚，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孤立无援，财路也就断了。老子讲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属马人最大的功课是胜过自己那团火里头的燥气与冲劲，懂得什么时候踩一踩刹车，什么时候沉得住气。这不是叫你熄火，是叫你把那团火用对地方，让它照明，让它温暖别人，让它推动事业，而不是让它烧掉你自己辛苦建起来的一切。一马当先是属马人的天赋，马到成功是属马人的底气，但能不能一路跑到终点，靠的是那份收放自如的智慧。好，讲完了属马人那团燃烧的火，我们来讲今天最后一个生肖。这个生肖和属马人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照。属马人的财是冲出来的、闯出来的，而属羊人的财是长出来的、养出来的，像山间的泉水，不声不响，从石缝里渗出来，慢慢汇聚，到最后流成了一条河。有一件事我跟你讲，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没想明白，财富有时候是越追越跑，越不追越来。属羊人天生就把这个道理活在身上，他不刻意去追财，但财偏偏自己找上门来。有时候是一笔意外的收益，有时候是一个老朋友介绍来的好机缘，有时候是守着一个别人觉得不起眼的生意，几十年下来积了一座别人没想到的金山。你仔细琢磨琢磨，这是为什么？这背后有一个很深的道理。属羊人的温和善良是他最大的财气来源，他待人宽厚，不斤斤计较，别人有了难处他肯出手帮一把，别人有了过错他肯原谅，不记仇。日积月累，他身边的人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和情感，这种信任在关键时刻就变成了人脉，变成了机会，变成了财富。你看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因果，是气场，是真实不虚的道理。平和心态是属羊人另一件宝贝。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因为急，因为贪，因为眼红别人的好处，做了错误的决定，钱赚了一半又亏回去，甚至亏得更多。属羊人没有这个毛病，他不骄不躁，今天能走一步他就走一步，明天能走两步他就走两步，稳稳当当，一步一个脚印。旁人看他慢，觉得他吃亏，但是10年20年以后，你再看那些当年冲得最快的人，有的早就跌倒了，只有属羊人还在那里，而且比以前更稳更厚实。
属羊人还有一样东西是很多生肖都羡慕的，就是理财的细心。他不会乱花钱，不会冲动消费，他对自己的收支有一本清楚的账，该花的花，不该花的一分不动，量入为出，合理规划。这看起来是小事，但我跟你讲，多少家庭，多少生意，就是败在这个管不住手上头，进得多，出得更多，永远存不下根基。属羊人把这个根基守得很好，所以他的财是越积越厚的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起了清朝山西有一位晋商叫乔致庸，此人活了将近90岁，是清代最负盛名的商人之一。乔家大院就是他留下来的。他这个人待人极为温和，从来不疾言厉色，对伙计对掌柜都是和声细语。有人劝他说，做生意要强硬要狠，否则下面的人不听话，客户也会欺你。他只是摇摇头，说了一句话，信誉是我的命，失了信誉，赚再多也是空的。他有一条规矩，从来不卖短斤少两的货，从来不用以次充好的料。有一年他的票号一批汇票出了差错，按规矩可以不认，但他自己掏腰包把损失全部补上，一分不差。消息传出去，整个山西商界都知道乔致庸这个人靠得住。从那以后，找他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最后乔家的商业版图从山西延伸到全国各地，钱庄票号遍布各省。你看，他没有冲，没有闯，没有赌，就凭着诚信、温厚、踏实这几个字，把生意做成了100年基业，把财富传了好几代。这就是属羊人细水长流的财富之道。老子讲过一句话，我常常讲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，但也是最有力量的东西。它不争，却能滋润万物。它往低处走，看似吃亏，却最终汇聚成江河大海。属羊人的财气正是这样，柔而不弱，顺而不失，最终汇成大富。为阳的本命佛是大日如来，大日如来是密宗最高的本尊，代表的是宇宙间最根本的光明与智慧，遍照十方，无所不及。属羊人的那份温厚与善良，与大日如来的遍照慈悲本质上是相应的，都是那种润物无声，覆盖广大的力量，不张扬却深入人心，不炫耀却福泽深远。未土在命理里头是燥土，干而后善于储藏。未月是农历6月，正是万物丰收之前最后的积蓄阶段。天地之气在这个时候沉甸甸地藏在土里，等待开花结果。属羊人的财就藏在这份厚重的土气里头，不是突然爆发出来让人惊叹的，是缓缓的、持续的，一点一点积累的。但积到最后，你会发现那份厚度和韧劲是任何风浪都搬不走的。细水长流是属羊人一生财运最好的写照，也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朴素的财富哲学。讲了这5个生肖，我知道坐在这里的各位心里头有一部分人是高兴的，但也一定有一部分人在想，我不是这5个生肖怎么办？我属虎、属兔、属蛇、属猴，我是不是就没有财运了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担心放下来。生肖这个东西是天地气机，留在你命格里的一个印记，它反映的是你带来的因缘底质，但是底质不等于结局。老祖宗从来没有说过哪个生肖的人一定穷，哪个生肖的人一定富。命运这件事
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自受自要，自穷自达，归根到底是自己的心念与行为在造。你今天种什么因，明天就收什么果。任何生肖的人都能通过今生的修为改变自己的财运走向。那该怎么改？这5个天生带财库的生肖，每一个都藏着一把钥匙。这5把钥匙不只属于这5个生肖，是天地之间普遍的财富法则，任何人拿去用都管用。我现在一把一把告诉你们，第一把钥匙从成龙身上学，遇难不退，越挫越韧，属龙人财运好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他那份打不垮的坚韧撑出来的。你想想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一遇到困难就先怀疑自己，先打退堂鼓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换来换去什么都没有做成财富这件事。怕的不是起点低，怕的是心先垮了。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立一条规矩，遇到任何困难先撑过3天再说，3天之内不做放弃的决定。这3天往往就是把人分成2种命运的分水岭。坚韧不是天生的，是一次一次撑过去练出来的，练到后来它就变成你命格里的一部分了。第二，把钥匙从亥猪身上学，放宽心量，敢于不施，属猪人的福德来自他骨子里那份不计较，不吝啬。很多人的财库之所以充不满，不是因为赚得少，是因为心量太小，处处设防，处处算计钱财的契机反而流不进来。布施不是捐大钱，是从日常的小事开始松手。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伸一把手，有余力的时候多给1分，对身边的人多一点宽容和大方。你每一次舍得，就是在你的财田里播一粒种子。不要问什么时候收成，种下去就是了，天道自有安排。第三，把钥匙从直属身上学，养成储蓄的习惯，让钱生钱。属人之所以财通四海，有一个很朴实的原因，就是他们懂得留根。钱赚进来，先留一部分，不动它，让它沉在那里做根基。我见过太多人赚得多，花得更多，到最后口袋永远是空的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收入多少，哪怕1个月只能存下一点点，养成这个习惯，就是在为自己修一个财库。储蓄不只是理财方法，是一种对财富负责任的态度，是告诉老天，我有能力守住你给我的东西。这个态度会感召更多的财富进来。第四把钥匙，从5马身上学，培养行动力。机会来了就出手。属马人财运好，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拖，看准了就动，很多机会就死在等一等。想一想，再看看这几个字上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犹豫了一下，然后那个机会就没了，事后后悔不已。从今天开始，对于你心里头已经想清楚了的事，给自己一个期限，3天之内必须迈出第一步，哪怕那一步很小。行动是最强的磁场，只有动起来，机会才会接着来，贵人才会接着现身。坐在那里想破了天也没有用。第5，把钥匙从未羊身上学，修炼感恩心，守住已有的福。属羊人细水长流的财气，根植在他的平和心态，在他对已有之物的珍惜。很多人的福气不是没有，是自己漏掉的，嫌这个不够好，嫌那个不如别人，整天心里头装的都是缺失，那份感恩的能量就没有了，福气就慢慢散了。从今天起，每天睡前在心里默默说一句，感谢今天还有人在我身边，
感谢今天我还健健康康，感谢今天我还有饭吃。不要觉得这是小事，这是在告诉天地，我珍惜你给我的，我对已有的心存感激。天道最喜欢这样的人，因为给了他，他会好好用，不会糟蹋。诸位要记住，这5把钥匙，任舍、触动、感恩，是任何生肖的人都可以修的财富功课。生肖是你的起点，心念与行为才是你的方向盘。方向盘握在你自己手里，这是最大的好消息。好了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不比从前，我在最后啰嗦一遍，帮你们把今天最要紧的东西捡回来放好。今天讲了5个天生自带财库的生肖，属龙的人坚韧不拔，越活越旺，财运有命运眷顾。属猪的人善良豁达，福星高照，贵人不断。属鼠的人精明敏锐，善于储蓄，财通四海。属马的人热情奔放，把握时机，一马当先。属羊的人温厚平和，细水长流，财源广进。这5个生肖是带着厚底子来的，不是这5个生肖的人也不要泄气。我们讲了5把钥匙，向龙学坚韧，向猪学布施，向鼠学储蓄，向马学行动，向羊学感恩。这5件事任何人做得到，任何人做了都有用。最后我想跟你们说一句从心里头讲出来的话，这一生我见过太多人四处找风水，四处问命理，花了不少时间和钱财，到头来命运并没有大的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找错了地方。真正最好的风水不在房子的朝向，不在摆件的位置，是在你的心。你的心念善，你身边的磁场就善；你的心念宽，财气就往宽处流；你的心念感恩，福报就往你这里聚。改命最快的路从来只有3条：改念、改行、改因。念头转了，行为跟着转，种下去的因变了，结出来的果自然就不同了。今天你看了这个视频，听到了这些道理，这本身就是一份缘分。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份缘分只留给自己。你身边有没有属这5个生肖的家人朋友？有没有正在为财运发愁、为家运忧心的人？把今天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，不是凑热闹，是真心帮他们一把。你一个转发，可能让对方少走一段弯路，少败一次家运。这就是你在积福，功德是真实的，是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身上的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这句话不是客套话，是因果的实相。文字有力量，念头有能量。今天在这里看视频的不只是你一个人，千千万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的那个能量场，威力是不可思议的。如果今天南老师讲的这些对你有哪怕一点点帮助，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一个赞，点个关注。你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一份福。最后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一句话，就写愿家宅平安，财运亨通。把这份祝福送给看到这条留言的每一个人，也送给你自己。你写下的善言会回向到你和你家人的身上。愿诸位平安，福慧增长。